不是为什麼在成都找工作這麼難呀？我的天哪！今天是我在成都的第9天了，我沒有找到工作。我到現在了還是沒有找到工作，而且比找不到工作更可怕的是，我竟然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了。我現在越找越迷茫，我真的每天 boss 都要刷爛了，我每天晚上焦慮的都睡不着覺。有時候想想好崩潰呀。他的學歷怎麼這麼廉價？因為我花了10幾年的時間，本科研究生我就花了7年的時間，每年的學費有10800。我在面試完面對這樣的2500塊錢的工資。中國經濟持續走弱，就業機會明顯減少，越來越多00後被迫退出激烈的競爭軌道，選擇躺平。工作難找，再加上對體制缺乏信任，他們對婚育和未來規劃幾乎不再抱有期待。這種勉強維持的生存方式正逐漸成為當下中國年輕人的普遍狀態。中國2026屆高校畢業生人數將再創新高，預計1270萬人，同比增加48萬。很多人面臨畢業即失業的窘境，有人感嘆10年寒窗送外賣。我就是那個畢業之後在家躺了1年多的大學本科生，我以為在學校表現的優秀，參加多一點東西，做人醒目一點，出來就很容易找到一份很好的工作。但是現實狠狠的給了我一記耳光，我1年多的時間裡面沒有放棄，投了幾百份的簡歷，無一例外全部都是石沉大海。現在的公司壓根就不會要我們這種沒有經驗的學生，根本就不想花時間和成本來培養一個剛剛畢業什麼都不懂的大學生。沒工作一直躺着，命運不會推着你走，沒錢才會推着你走。不要再去刷那些自我安慰的帖子了，現實是啥樣我們自己心裡最清楚，想改變就立馬動起來。暫時沒工作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每天渾渾噩噩，一邊躺平一邊焦慮內耗。如果說你正處於這個階段，不妨從下面這3件事開始，一步步找回對生活的掌控感。沒工作先要解決的是生存問題，找一份至少餓不死又不會佔用我們太多時間的兼職。解決了基本的生存問題之後，第2件事就是去完善自己的簡歷，簡歷關都過不了，更別提約面試找工作了。博主說，第3點是要學一些實用技能，如果沒有一技之長，可能就只能長期從事低門檻、低收入的工作。如果一時不知道該學什麼專業技能，也可以先從通用技能入手，比如辦公軟件、剪輯軟件、英語口語、文案寫作以及溝通表達等。這些能力在大多數工作中都能用得上，無論從事什麼行業，都會成為加分項。我爸說你大學4年白讀了，起因是這樣的，我明天就要到上海去面試服務員的工作了，打算幹到年底攢一點錢，因為我手頭上真的沒有什麼積蓄了。我是21年畢業的，畢業了4年，還是零成款零負債，不知道身邊有多少像我這樣的人。我畢業於211大學園林專業，這個園林和土木景觀設計一樣，都是天坑專業，因為現在房地產也不景氣，所以他們都非常的難以就業。博主說，他畢業後回到老家，在小紅書上找到了一份工作。原本以為他只是負責賬號運營，沒想到還要拍視頻和剪輯。但考慮到這份工作有雙休，還有五險一金，他還是咬牙堅持了下來。可就在快要轉正的時候，老闆卻告訴他，轉正後的工資只有3500。他一下子懵了，因為扣除各種費用後，到手可能只剩2000多塊錢。他心想，自己的勞動再怎麼廉價，也不至於廉價到這種程度，於是選擇了辭職。如今，他打算去上海應聘一份服務員的工作。想到自己堂堂一個大學畢業生，卻要去做服務員，他也只能苦笑，滿心無奈。我可能要活不下去了，已經3月份了，還有多少人跟我一樣失業？別人領了1月又1月的工資，只有我還在為工作發愁。過年到現在一直躺在家裡，今年31歲了，學歷不高，年齡又大，又沒本事，總是被拒絕。現在已經沒了找工作的勇氣，每天躺在家裡刷視頻打遊戲，一天只吃1頓飯。人一旦不去上班不社交，就會在家裡躺平，看着卡裡的餘額一天天減少，
越來越迷茫，感覺31歲的自己好失敗啊。今天晚上跟朋友聊天，我就跟他聊到了我现在求招的一个进展。我跟他说，我现在真是非常后悔读研，肠子都快悔青了。因为那个时候如果决定进体制的话，我肯定那个时候我就不考研了，我就直接去考公了。现在肯定是上岸了，因為我是2022年本科畢業，那個時候編制的名額還沒有像現在縮的這麼厲害，不像現在真的是幾百個人搶一個崗位，那個時候崗位還稍微多一點，能有個2-3個。當然我那個時候也沒報，我也沒有那麼詳細的了解過，但是那個時候跟我一起本科一起上學的同學，他們基本上其實都進體制裡面了，都考上了。普通二本計算機宿舍4人混成了這樣子，甚至有3個直接轉行。我24年畢業於韶關學院，讀的是計算機專業。以前總以為讀計算機能找到一份好的工作，想不到宿舍4人都混成了這樣子。首先 A 舍友現在跟他老婆在深圳繼承父母的湯粉店，並且家裡還有一棟出租屋，有家裡人兜底。他去年就結婚生子了，可以說是宿舍過得最幸福的那個。B 舍友畢業後找不到合適的工作，就進了工廠做12小時2班倒的技術工。雖然工資挺高的，但2班倒對身體不太好。他做了1年，存了一些錢就離職了。博主說 C 舍友目前正在讀研究生。博主說自己是宿舍4個人中唯一從事計算機專業工作的，但與其他人相比，他的收入卻是最低的，每個月到手只有5000元左右。為了在不高的收入中攢下一些錢，他只能利用空閒時間做些副業，增加額外收入。我是去年畢業的25屆應屆畢業生，從去年7月份畢業直到現在，我一共做了有4份工作，最長的一份工作呢做了大概有2個月。然而在今年的1月初，我又被辭退了。從那時候起，我一直躺平到現在，都是處於一個失業的狀態。有的時候我不知道我上這個大學，有的時候我覺得我很沒有意義。我爸媽花10幾萬去供我上一個大學，但是呢，等我畢業了之後，我還需要我爸媽去給我找工作，我還需要我爸媽去托關係，幫我又把我塞進一個崗位，讓我去上班。我突然覺得，我真的應該算是混得比較失敗的一個人吧。博主說，還沒畢業的時候，他以為自己能像大多數人一樣，畢業後能找到一份合適的工作，但當真正開始求職時，他才發現月薪3-4千元反而是常態。有時候他忍不住想，是不是因為自己沒有一技之長，才會陷入這樣的境地？他越想越迷茫。我們今年是開除了2個人，都是00後。我幹這麼多年，從來沒有開除過人，就這2個。他們的身上呢，就是有一些共同點，就是很難跟別人配合。就是我有情緒的時候，我直接就撂臉上，然後我就直接要表現出來，那我也讓事情沒辦法進行下去。就可能是年紀小吧，他也沒有什麼生存壓力，這個工作沒了算了，就是我不在乎，但是如果我不爽，那麼就崩塌吧，就這種感覺。以至於就有一種感覺，就是大家得哄着他才能幹活。博主說，像他們這樣的初創公司，工作往往又多又雜，大家之間互相幫忙、協調配合，其實都是很正常的事情。但有些00後員工會認為某些工作不屬於自己的職責範圍，不太願意去做，這讓老闆覺得與這些00後相處比較麻煩。要是連研究生都找不着工作，那普通老百姓真的忍不了了。讀研3年都拿不到好處，拿不到高薪，拿不到保障，那不是年輕人的問題，而是這個社會變了，變成了一個拼爹媽、拼家庭背景的社會。國家一定要給普通家庭的孩子一個出路。本科畢業難就業就算了，如果辛辛苦苦把研究生都讀出來，還是找不到工作，你先讓老百姓怎麼接受？當越來越多的人認為讀書無用的時候，那個時候才是最可怕的。不是年輕人現在放棄了努力，而是他們看不到努力的意義了。我這輩子做的最後悔的事就是上大學，好不容易考上大學，以為會苦盡甘來，沒想到連份月薪5000的工作都找不到。我的畢業證、學位證徹徹底底淪為了一張廢紙，我也徹徹底底淪為了別人眼中的笑話。現在掏空家裡的積蓄供一個孩子上大學，得到的結果是什麼？一張文憑，兩手空空，明知是個坑，但父母還是要往裡跳。孩子難，父母更難。現在的就業環境真的太差了，到底有多差呢？差到我們整個組基本上全被開了，而我那些找到工作的同事，不是大小休，就是經常加班，甚至工資還比之前的低。我開始刷招聘軟件，結果看到的全部都是一崗多職，還要有相關經驗。我和朋友聊天的時候，他說他非常害怕自己失業，因為他還有很高額的房貸要還。他從事的是直播行業，他說現在的電商非常難做，不僅要達人自己打錢投流量，而且佣金也變少了。有時候直播了1天，扣掉成本只能賺幾十塊錢，甚至是虧錢。
高考640分，北京211大学畢業，3段實習經歷，3段創業經歷，2段學生幹部經歷，可我還是沒有找到工作。在整個校招期間，我投遞的線上線下的簡歷總數是絕對不可能低於300份的。最後的一個校招的結果呢，就是总共拿到了3個 offer， 但是呢，我最後選擇的那一個 offer 呢是跟數據運營相關的工作，然後突然就是部門裡面發生了一些人員調動的变化，因此呢，我還是處於一個還沒有入職就被迫被裁掉的一個大狀態。最多還有1年，所有的本科生都会意識到，原來送外賣是一件非常開心和快樂的事情，时薪不低，并且自由，而且只有送外賣才能知道什麼叫做純粹的下班，沒有任何多餘消息的打擾。電瓶車往那一停，今天這份工作就跟你沒有任何關係了，更沒有其他工作的那種精神壓力，領導的 PUA， 各種開會文件指標一律都沒有，保證你晚上睡得特別踏實。唯一的缺點是什麼？就是收入上限比較低，沒有什麼發展前景，同時還要具備一定的危險性，但是阻擋不了什麼的。我大學畢業之後在家躺了整整2年，不是休息，我是真的找不到工作了。畢業之後我每天都在投無數的簡歷，但越投越發現了一件事兒，企業他們根本就不需要我，專業不對口，沒有經驗，也沒有一項能夠立刻用得上的技能。最恐怖的不是沒有工作，而是時間一天天的過去了，同學們開始上班、轉正、跳槽，而我還在家裡研究考研、考公、考些什麼。可我心裡真的很清楚，這些都不是方向，而是我不敢面對失敗的那些借口罷了。大學生找不到工作這事，家長孩子都愁死了。這些孩子上學那會兒起早貪黑，晚上寫作業寫到凌晨是常有的事，讀了那麼多年書，有些身體都搞廢了。父母為了一個大學生掏空一輩子的錢，結果出來找不到工作，你說這找誰說理去？大學是不是應該要教一些符合社會需求，你比如說 AI 智能、新媒體這些方向的實操內容？你教的內容很多都落後社會5年10年，跟企業的要求完全脫節，你出來能找到事做那見鬼嘍。本科畢業跑外賣是不是給大學生們丟臉了？我04年的，去年本科畢業，從今年年初到現在還沒有找到工作，我決定開始送外賣了。今天是我送外賣的第1天。我大學畢業後對自己充滿信心，以為能在大城市闖出一片屬於自己的天地。結果工作找不着，簡歷投出去都是石沉大海，面試屢屢碰壁，一下子我的心情低落到了極點，心態有點崩，乾脆破罐子破摔。天天我在家裡打遊戲，就這麼混日子。我媽媽一直以來都是特別慈祥的人，有什麼事情都會支持我。可現在看着我這麼懶，整天無所作為，終於有一天她爆發了，直接把我趕出來家門。很多的大學畢業生在畢業後的1到3年內，如果找不到一個正式的或者相對穩定的工作，在這裡幹幾天，在那裡幹幾天，到處跑來跑去，那麼呢，他的意志和激情基本上就被消磨殆盡了。這個寶貴的窗口期呢，就被浪費掉了。以後再找工作就更難了。或許呢，有個別的人通過折騰能做出一些成績，但是呢，絕大部分的人已經淪為了社會的底層。這個大學呢，也就白上了。現在大學生找不到工作呀，根本就不是學歷不夠，而是在學校學的東西啊，根本就用不在工作當中。那大學生畢業即失業，大學你要負主要責任吶，因為學校你根本就沒有培養學生的就業能力呀。本來還是你學校的問題，可最後呢，卻把這就業難的問題啊，全部歸結為了孩子學歷不夠。好的，今天就跟大家聊到這裡，請記得點讚、訂閱、留言，並分享給您的朋友。感謝您的支持，我們下期節目再見。